7月28号，特朗普在英国苏格兰南埃尔郡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晤前，对在场记者表示，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十分失望。当特朗普被问及他曾设下的50天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最后期限是否会提前时，特朗普回答称，从今天起将设定一个新的最后期限，大约是10到12天，再拖下去毫无意义，目前根本看不到任何进展。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就对普京的不满公开表达过个人看法，对普京是否愿意达成协议表示怀疑。特朗普表示，除非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实施2级制裁。同时，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涉俄言论在社交媒体发布文章称，特朗普在和俄罗斯玩最后通牒的游戏，不管是50天还是10天，每一次新的最后通牒都是向战争又进一步的威胁。冯德莱恩向川普低头达成关税协议，美国将对欧盟所有商品加征15%的关税。俄海军封存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等待新的买家。希尔斯基忠孝难以两全，100万卢布给俄罗斯父亲养病，减泰冲突停火，但12小时不到，冲突再起。事情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接着往下看。7月28号，特朗普宣布，美国与欧盟达成关税协议，美国将对欧盟所有商品加征15%的关税。欧盟还同意购买价值超过7500亿美国的美国能源，并在现有承诺的基础上，再对美国增加6000亿美元的投资。此外，欧盟将从美国购买更多武器装备，并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特朗普强调，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在社交媒体上附和了这些言论。欧盟和美国是一个拥有8亿人口的市场，占全球 GDP 的近44%。这份协议带来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欧盟目前仍然过多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因此从美国进口更多，价格合适的液化天然气是可接受的。冯德莱恩的语气中充满着无奈。在当前形势下，15%的关税是欧盟能够与美国达成的最佳结果。冯德莱恩表示，在与特朗普的谈判中，他只是做到了没有让最坏的情况发生。实际上，15%的关税距离欧盟当初的谈判目标实在相差太大。今年4月，特朗普给欧盟安排了20%的对等关税，随后双方很快便展开谈判。谈判刚开始的时候，欧盟一度信誓旦旦地要求美国把关税降到0。当时，欧盟提出的方案是，我们可以对美国零关税，反过来美国也需要对欧盟零关税，这才是盟友之间应有的对等。当然，为了展示诚意，欧盟可以承诺多买一些美国产品，比如石油和天然气。结果特朗普完全不吃这一套，在他看来，欧盟完全没有谈对等的资格，所谓盟友的名头在他这里完全不管用。双方就这么拖到了6月底，眼见7月9号的第一轮关税暂缓期马上就要到了，欧盟终于顶不住了，同意接受10%的关税，也就是20%打个对折。但令欧盟没想到的是，10%的关税完全无法满足特朗普的胃口。7月初，美国宣布延长关税暂缓期至8月1号，同时特朗普向多国领导人致信，宣布新的关税税率。特朗普也给冯德莱恩写了一封信，赫然把20%的要价提高到了30%。欧盟这下也明白了，特朗普要的是从30%打对折，即15%的关税。实际上，在日本与美国达成15%的关税协议后，欧盟接受15%的关税只是时间问题。从目前来看，尽管15%的关税可以让欧盟在汽车、医药等领域免于被美国加征更高的关税，比如对汽车原本是25%，但相比于3个月前的目标而言，欧盟已经对美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要知道，不同于韩国、越南、印度等国家，欧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有能力可以反制美国的一方。4月份的时候，为了推动美欧关税谈判，欧盟曾批准过一份反制清单，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那么欧盟将对价值210亿美国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欧盟后来又提出了一份对美720亿欧元的反制清单，两份合起来总计930亿欧元。就在美欧宣布达成协议的前2天，欧盟还通过了这份930亿欧元的反制清单，并且税率提高到30%。结果事实证明，这些清单不过是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而不是为了施压特朗普政府降低要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被特朗普在谈判桌上欲取欲求。必须指出的是，其实不论是欧盟还是日本，他们当初都指望美国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短期压力会迫使特朗普政府做出让步，但他们应该指望的是长期压力，并为此做好打持久战的战略决心和定力。很显然，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战略决心和定力，以及与此匹配的实力。在先后搞定越南、日本和欧盟3大主要贸易伙伴后，特朗普政府认为本阶段的关税谈判任务基本完成了，
因此，就在美欧达成协议的同时，美国方面宣布不会延长8月1号的关税暂缓期。没能在该期限前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将自动实行新的对等关税税率。据俄罗斯消息报7月26号报道，俄罗斯海军总司令部已决定，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航母将被封存，未来可能被出售，也可能拆解报废。这是俄罗斯目前唯一现役航母。此前，该航母的所有维修和现代化改造工作已经暂停，该航母所有可用的重要设备和机械将被拆除，并用于其他舰体，舰体则将做好长期存放准备。据太平洋舰队前副司令海军少将伊戈尔·科卢廖夫估算，维修费用将达1000亿至1200亿卢布。同时，该航母所在的船舶维修厂缺乏足够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航母所需设备的修造制造周期又往往超过24个月。俄联合造船集团董事会主席克斯金表示，我们认为修复它已经没有意义了，且维修价格极其昂贵。我认为这个问题最终会通过出售或报废的方式得到解决。太平洋舰队前司令希尔盖·阿尔巴基扬次上将表示，世界上其他国家接手这艘航母的可能性不大，对印度和韩国等国家来说，拆解这样一艘航母已经没有意义了。军事专家德米特里·博尔坚科夫也表示，这艘航母如果出售，过程将相当复杂，没有多少国家能买得起。7月25号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希尔斯基上将的60岁生日。1965年7月25号，希尔斯基出生于莫斯科附近的弗拉基米尔州基尔扎茨基区诺温基村。当然，大兵不是要在此复述他的生平，只是聊一点其他的事情。希尔斯基身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86岁的老父亲却是铁杆大俄罗斯主义者，经常参加不朽军团游行。2022年开战后，父子俩吵分，希尔斯基被任命为乌军总司令后，更是断绝关系。6月份，希尔斯基的父亲脑部疾病恶化，前往莫斯科就医。老两口现在住在单人病房里，希尔斯基自然不可能去莫斯科照顾可能很难挺过来的老父亲，只能给老父亲陆续汇了超过100万卢布的钱，给老父亲支付住院费。莫斯科很有风度的没有拦截这些汇款，老父亲自然也是靠着不孝子的钱继续维持生命。当然，说因此原谅儿子是不可能的。老父亲有着强烈的苏联时代意识影响，希尔斯基将军却选择了乌克兰，忠孝必然难易双全。前不久，希尔斯基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我们有勇敢且充满动力的战士准备进攻，但他们需要现代防护装备。他承认去年夏天在库尔斯克的行动受到评判，我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但我们很难与人数远多于我们的俄军及其为新兵提供的大量财政奖励竞争。希尔斯基将军在采访中称，自己目前身体状况不错，我可以连续做100个俯卧撑，尽管我很少睡觉，甚至几乎从不睡觉。在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的主持下，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与泰国代总理普坦7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了特别会议。在会后的发布会上，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柬泰双方领导人都表达了想要立即停火的意愿，双方将从当天时间今天午夜开始停火。泰国和柬埔寨将恢复两国总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之间的直接沟通。此次会议是双方迈向冲突降级和恢复和平的关键第一步。然而，事情戏剧性太强。据泰媒考送报道，泰国陆军于7月29日早间严厉谴责柬埔寨违反停火协议，指其蓄意破坏双方建立的信任体系。泰方重申，虽然严格遵守停火承诺，但在遭受攻击时，有必要行使自卫权并进行适当反击。泰国陆军发言人温泰于7月29日上午7点30分在陆军总部召开记者会，就柬埔寨违反停火协议一事发表声明。他提到，泰柬两国政府此前达成共识，已于7月28日午夜24点正式生效，决定立即停止边境军事冲突，营造和平氛围。但令人极度遗憾的是，在约定的停火时间后，柬埔寨军队仍在多个泰国领土内发动攻击，战斗持续至当日清晨5点30分。这一行为明显违反协议，是蓄意破坏互信的行径。他表示，泰国方面严正谴责检方的行为，并强调泰方始终恪守停火承诺，但在面对攻击时必须行使正当防卫权。泰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并非入侵行为，而是为防止边境侵犯，维护国家主权，并完全依据国际法进行。针对局势变化，
原定于上午7点召开的前线军事指挥官会议已推迟至上午10点。温泰重申，泰国不会容忍任何破坏和平与主权完整的行为，将继续维护国土不受侵犯。同时呼吁检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履行停火协议。目前局势仍在评估中，泰军正密切关注边境动态，并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而柬埔寨方面，泰媒援引柬埔寨媒体 Cambodian News 报道称，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马利于7月29日上午驳斥称，停火协议生效后，柬埔寨所有军区均未发生冲突。而7月29日上午9点前，在停火协议签署近9个小时后，泰国军方发出警告称，如果柬埔寨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泰国武装部队将准备在其主权受到侵犯时进行报复。